你是否想过，为什么中国要在93举行阅兵？这不只是胜利的庆典，更是提醒我们，二战胜利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新的审判的开始。80年前，在东京，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场国际审判——东京审判拉开序幕。今天，我就带你重回这场东方纽伦堡，看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尊严。1945年8月，随着广岛、长崎的2枚原子弹落下，以及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无条件投降诏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下句点。然而，战争的结束仅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，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。1946年1月19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。同年3月至4月间，来自美国、中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等11个国家的法官陆续抵达东京，肩负着审判战争罪犯的重任。其中，代表中国出席东京审判的是梅汝敖先生。这位在美国史丹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，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的学者，凭借其留美经历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的能力，成为了中国法官的不二人选。梅先生甫一抵达，便在法庭的第一次会议上展现了中国的骨气。当会议主席威廉·韦伯爵士安排法官入座顺序时，他依照英美法系的惯例，将美国、英国排在最前，中国则在英国之后。梅汝敖冷静地发问：谁定的惯例？难道按受降书的签字顺序不是惯例吗？他没有在众人的玩笑声中妥协，甚至半开玩笑地提出，如果不能按照受降书顺序，那就让在座法官一同称体重，谁重谁就坐前面。韦伯驳斥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拳击场。隔日，法庭开庭预演，各国记者齐聚。韦伯再次解释，英美法官对英美法律程序更熟悉，坐他左右更方便工作。梅汝敖坚决反对，这里是国际法庭，不是英美法庭，这样的安排就是对中国的侮辱。他严正指出，中国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，遭受日本的侵略和掠夺，承受了最大的痛苦和最长的苦难。他更怒言，如果预演的照片和报道流传出去，我将无颜面对所有为抗日战争浴血奋战的同胞。他甚至声明，若不按受降书顺序，他将拒绝出席，并向中俄政府请示，必要时辞去职务。韦伯主席不得不数次向梅汝敖申请等候时间，最终在梅汝敖的坚定坚持下，主席宣布按照受降书签字国的顺序排列座次。中国名正言顺地排在了第2位，处于法庭中央一侧，为东京审判拉开了序幕。这不仅是座次的争夺，更是国家尊严的捍卫。然而，审判的困难才刚开始。最初，检察官从约100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筛选出26人，经麦克阿瑟批准，最终确定28名甲级战犯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发动侵华战争的原罪天皇裕仁并不在其中。梅汝敖曾主张审判裕仁，认为波茨坦公告保留天皇制度与起诉裕仁并不矛盾，但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，裕仁最终逃脱了审判。法庭上，战犯们的神态各异，曾发起侵华战争的首相、大臣们此刻都降为普通士兵，坐在被告席上。其中，日本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突然在庭上脱衣叫嚷，被宪兵带出法庭。医学专家鉴定他患有梅毒性脑炎导致精神失常，最终决定放弃对他的起诉。然而，多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，他被盟军释放时，疯病竟然好了。梅汝敖对此评述，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。大川周明成为唯一一个靠装疯逃脱罪名的甲级战犯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日本战犯辩护人青濑一郎声称法官们不具备公平公正的审判权利，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合理性，这引起全场哗然。韦伯主席在真实历史中也曾发表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驳斥，而这段文字其实出自梅汝敖先生。审判中，中日战争的起始时间成为一大焦点。日本辩护方狡辩皇姑屯事件仅是局部冲突，但检察官驳斥道，当一个国家以阴谋谋杀另一个国家元首，难道不是战争行为吗？在辩方否认日本军方责任时，前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被传唤作证。田中隆吉，这位曾参与策划128事变等多起侵华事件的复杂人物，在庭上展现了超群的记忆力，清晰回忆出皇姑屯、上海、918、77等事件的日期和参与人。当检察官问他，这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是否都是由日本策划、煽动和执行的，并要求他供出策划者的名字时，田中隆吉的证词对战犯们造成了巨大打击，
让日方辩护团原本强势的狡辩瞬间土崩瓦解。除了田中隆吉，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，更是轰动了东京，引起全世界关注。自1946年8月16日起，溥仪连续出庭作证8天，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。他倾述日本人如何奴役满洲，如何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，又如何在满洲国皇帝任上被监视，限制人身自由。溥仪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日本进驻东北是非法的侵略行为。审判期间，梅汝敖提议将南京大屠杀作为独立单元审理，获得法官会议同意。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，采取了不留俘虏的方针。从1937年12月13日起的6个星期内，日军在南京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，无差别的屠杀军民，性暴行、抢劫掠夺，纵火拆毁城市，这是日军侵华暴行中最野蛮、最凶残的典型事件。多国在华医生、教授、教堂牧师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平民都出庭作证，回忆起那段灾难时无不痛心崩溃。在电影的改编情节中，一名叫王德福的中国男子出庭作证，讲述了日军如何逼迫他与其他和尚去强奸中国姑娘，以及明星和尚因拒绝而被日军割下生殖器的惨烈经历。虽然这段和尚出庭作证的历史是电影编剧基于大量史料创作的桥段，并非真实审判中的直接事件，但日军威逼和尚强奸女性的行为却有史实记载，并非杜撰。这段故事透过王德福之口讲述了那段残酷的历史，也揭示了日军辩护人的毫无人性的狡辩。东京审判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时，甲级战犯柏原征四郎写了48页辩护词，试图为自己脱罪。此时，中国的检察顾问团队也加入了战局。1947年9月16日，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柢日先生来到东京增援，直接负责公诉柏原征四郎及土肥原贤二。倪柢日面对柏原的狡辩，以中国检察团收集的铁证作为最有力的依托。这些证据包括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、内阁会议等决议，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，以及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等重要材料。他手持巨量铁证，在法庭上铿锵有力地驳斥柏原，质问他为何天皇会因其行为而惩罚他。倪柢日对柏原的公诉中，最精彩的莫过于那段指东打西的一箭双雕。他怒斥柏原，质问他是否曾派特使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参与其策划的傀儡组织。随后，他话锋一转，直指这名特使正是土肥原贤二，细数土肥原从篡夺沈阳市长、扶植傀儡皇帝溥仪、策划华北自治运动、煽动内蒙古独立等罪行。倪柢日连续不断地指责土肥原贤二，实则同时也隶属柏原征四郎的罪行，让柏原被质问得面红耳赤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倪柢日先生一生奉献法律，他后来参与起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，并在联合国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、国际法院法官，终生未曾离开法律事业。审判的焦点最终落在日本军国主义核心人物前首相东条英机身上。他主导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与扩张，策划实施了9·18事变，推动大东亚共荣圈计划，侵占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，是公认的侵略亚洲和中国的首要战争罪犯。战败后，东条英机众叛亲离，甚至企图自杀。1945年9月11日，盟军警察抓捕他时，他朝自己心脏开枪。然而，美军医生竭力抢救，美国大兵争相献血，因为他们绝不允许这个罪魁祸首自行了断。东条英机必须活着，接受全世界人民的审判。漫长的审理之后，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终的秘密量刑阶段。11国法官对量刑产生了严重分歧，尤其在是否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处以绞刑的问题上激烈争执，甚至反对死刑的法官居多。印度法官帕尔主张世人需要宽宏谅解，提议无罪释放全体战犯。法国法官则认为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。梅汝敖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他冷静地反驳法国法官，各位都同意罪犯有罪，唯有死刑才能让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瞑目。他又转向印度法官，谈论佛学。梅汝敖赞同佛鼓励世人多行善事，期待人间没有战争，但他也指出，佛家言信则灵，不信则无。那些恶魔会相信佛吗？他强调，法庭不是大学课堂，也不是寺庙，而是法律的殿堂。他铿锵有力地质问，法律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，违反者将被处死。如果对日本这样大规模侵略、屠杀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罪行都不能严惩，谁又能保证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，
不会再侵略他国，日本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。梅汝敖先生血脉奔张的演讲结束后，不记名投票箱出现，他第一个打开信封，坚定的投下选择。最终，在威廉·韦伯的唱票下，以6-5的微弱优势，决定对日本战犯实施死刑。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，是梅汝敖先生代表中华民族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要求。东京审判最终宣判时，7名战犯被处以极刑。梅汝敖内心澎湃，坦言若当时赞同死刑的法官不满6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誓言与其他法官共同保守谁赞同、谁反对死刑的秘密，但表示自己已竭尽全力。这场公开庭审818次、密审130次的审判，受理了4330件文件证据、1194件证人证词，审讯记录长达48412页，判决书超过1200页，耗资750万美元。然而，历史并未就此画下句点。1978年10月17日，2000余名乙级、丙级战犯的牌位，竟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秘密移入靖国神社。这提醒着我们，必须铭记历史。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，规避战败，粉饰侵略，轻蔑中国，推卸战争责任，毫无认罪之意。1945年9月2日，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，才标志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。93阅兵的意义，就是要铭记历史，警示未来。东京审判证明，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你觉得今天的日本是否真正反省了历史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并别忘了订阅历史之旅，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。